首先有几个问题：第一，这一次的中期调整有没有结束？第二，后期大概会在什么样的位置结束？第三，这一次的调整形态大致会有几种可能性比较大的预期？我们就围绕以上这几种问题来逐一的梳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这里是交易品种共享的一个大家庭，通过波浪结构的解盘，看形态入场，专注解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走势，来帮助大家规避追涨杀跌的陷阱。欢迎伙伴们关注、订阅、点赞。如果有看不准的品种，也可以私信约稿。因平台限制，更多品种会第一时间在社群公布，可以加微信来了解我们的会员权益和资格。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主要是来说一说港股的粤江。其实粤江这个股票啊，港股啊，我们在5月20号的时候，当时是已经第一次更新过了啊。那么经过2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粤江的整体走势是完全按照我们所预期的波浪结构形态在往下运行的啊。那同样，之前5月20号的时候，这只港股的价格大概是在67元左右，那么近期最低是跌到了52，也就是说整体跌幅啊跌了15块钱左右，跌幅是超过了 20%。 那咱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波浪结构形态的分析，就能规避掉这一类的股票啊，规避掉这一类走势向下的股票，那么也规避掉我们账户遭受到损失和风险的。那接下来因为咱们的粉丝和会员同时在约稿这支票，那么我们今天再来说一说它。其实这支票它整体上市的时间不长啊，从去年的12月份截止到目前，也就是8个月的时间。在这8个月的时间里，它第一波走势是从今年的1月中旬走出了一波比较强的上涨走势，最低点是 18.42， 最高点是 83.80。 从 83.80 之后的这个调整幅度以及它所需要的时间跨度来看，那之前的这波上涨铁定是结束了。那当前我们就是重点来研究这波调整后期会跌向何处。首先我们还是先拉一下黄金分割，可以看到近期的这个调整最低是探到了黄金分割 50% 以线的支撑，那么从这里也是出现了第一次的一个反弹。那么这里我们就要细分一下其内部的一个运行结构，起手回落的3波，然后反弹结构的3波。那以往以这样的形态开场的话无非有几种可能性：全3结构的三角形、335的平台形，或者是333结构的双重三浪，无非就是这3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三角形、平台形以及双重三浪，就这3种。首先就会把之前所说的什么锯齿形就排除掉了，无非我们在这后期的调整形态当中选择这3种。那从目前整体它的运行的一个区间来看，大概率会先排除掉三角形，那目前就只剩下平台形或者是双重三浪形态，看哪一种形态会跌得更深。如果是平台形变异的平台形的话，那后期整体走势向下的它的幅度会比较深。如果是双重三浪的话，可能不如平台形回撤的那么深。那接下来我们就研究从2次反弹高点向下的这个结构。前面的这2波走势我们暂时给它定义为 A 或者是 W， 反弹的是 B 或者 X。 那当前这一波下跌那就是 C 或者 Y。 我们先讲调整幅度比较浅的这种预期 Y1、Y2， 后期再出现一个 Y3， 那基本上这次走势整体就完成了。那具体如果是以外浪的形式出现的话，那这里我们就要向下寻找它潜在的一个这个支撑区域位于哪里，或者它结束的目标位于哪里。首先这里我们还是要借助波浪尺，通过对比相近的2波下跌来找到它的一个下方支撑。那通过波浪尺的划分，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后期整体向下的这个支撑主要是集中在靠近黄金分割 0.6181 线的附近包括上方的这2个所谓的
这个波浪尺指向的这样一个支撑，这将会形成双重三浪WXY 的一个潜在的目标区域，也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结束区域，分别是 44.70 到 44.50 以及 43.50， 也就是这1.5块左右的一个空间。这是后期我们重点要关注的这个结构，这是 Y 浪。如果说整体的预期还要往下再跌，跌得更深，那这时候刚才所说了，它就会有可能从目前的双重三浪形态演变成一个变异的平台形，也就是335。那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日线支撑出现一次小级别的反弹，然后再次下行，如果按照更深的去发展，那后期整体下跌的空间幅度将会远远超过当下我们所认为的 44.70 到 43.50， 因为下一个支撑区域落点直接是会跌到黄金分割 0.764 的位置。所以通过以上结构的梳理，那说明我们从5月20号开始的视频截止到目前，这一波调整的 C 浪也好，或者是 Y 浪也好，截止到目前都没有运行完毕，也意味着对于这只股票来说，我们要继续等等待这次中期的调整全部结束。同样也告诉我们一点，当前的位置依然不适合进场，因为下方关键的目标价格区间依然没有抵达。所以我们承接上一次5月20号的视频，当时是提示风险，那这一次我们依然提示风险，这支票目前不适合建议大家继续观望或回避。如果你在近期的这个小的盘整区间追了，或者说是感觉位置差不多，你抄底了，那我给你的建议是尽快先离场，等待后期跌破这个平台底部52以后，我们再说，看它最终会跌向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但是至少目前的位置不适合。好，本期视频咱们关于这个港股月江的整体走势结构分析已经全部梳理完成了。那么相对应的形态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也一一告知了大家。这里还是重点提示一下，规避风险，暂时先回避一下。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